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今天咱们要聊聊一个非常关键，又让很多 Pi Network 爱好者心痒痒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节点，不想发展下线，也没有货物可以用来换派币，还不愿意为了派币在各种平台间疲于奔命，那么你到底该怎么轻松获得派币呢？很多朋友都说派币听起来不错，但挖矿、节点、下线听起来太复杂。我又不是技术宅，怎么能轻松获得派币呢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，那么你就来对了地方。今天我会为你揭开这一切的神秘面纱，带你了解派币的无压力获取秘诀，而且我会带点诙谐，让我们用轻松的方式来聊聊这个话题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你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：没有节点，没有下线，也没有货物，也不违规买币啊，不就是打开 App 点那个闪电图案，开始挖矿就好了吗？如果答案真是这么简单，那我就不用辛苦制作这集视频了吧。其实点闪电只是最基本的获得派币的方式。今天我想聊的是更高级、更巧妙的进阶策略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当前的趋势。派币不仅仅是一个App挖矿平台，它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形成真正的交易市场。像是台湾、韩国等地，有不少认同派币价值的商家，已经愿意用店里的商品来获取派币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。前阵子我在迷你整合怀疑派币商家这个频道上，看到台湾许多商家都收取派币来折抵法币金额，让我大开眼界，也激发了我今天想分享的灵感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又没有开店，总不能卖屁股换派币吧？哈哈，虽然这倒是没有违背 Pi Network 项目方的规则，但我建议你最好还是等派币真的价值31万美金一颗时，再来考虑是否要测试自己扩约机强度的这个选项吧。那么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没有商品来换派，还能怎么做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简单说那就是换汤不换药，用创意或提供价值，让派币能够在日常交易中被使用。但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像是用钱换派币，等等，你可能会立刻反应，这不就是违规吗？直接用法币换派币不是违反规则吗？其实我自己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，不仅完全合法，而且能让你用现金换到派币。再次强调，我是用创意跟提供价值来换取派币。现在就来分享我的亲身经历。首先呢，我找了一家我常去吃宵夜的串烤店，因为经常光顾，所以跟老板熟得不得了。我就突发奇想，跟他说：“老板，我这里有个好机会，能帮你宣传店面，让你的生意更好，而且你完全不用出任何成本和心力。”老板一听，眼睛顿时亮了，兴致勃勃地继续问：“怎么做？”接着我提出了一个方案。我在你结账的地方放一个 QR code， 其实是我的 Pi Network 钱包地址。如果有顾客想用派币抵扣食物的费用，就让他们用派币支付，我这里一派抵50元。你只要看他用派支付成功，就可以从我事先给你的预缴款中扣掉相应金额。这样你每天结账的时候算收了几颗派，直接在预缴款中对应结算就行了。同时，我也会帮你宣传你的店说可以接受派币支付，这样会有更多人来你这里光顾。而且更棒的是，这家串烤店本来就有 LINE Pay 支付，所以多一个我的派币 QR code 也不会让老板感到麻烦。老板听到这里觉得很划算，而且他好奇地问我，这派币到底是什么啊？我耐心解释一番后，老板不知不觉间还变成了我的下线。结果呢，这是一件二顾，摸里仔兼喜库。不仅我获得了派币，而且这个串烤店也因为接受派币支付，而引来了少部分 Pi Network 用户的光顾，双方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其实获得派币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，只要你有点创意和积极性，就能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，用你手中的资源换取派币。通过这种置换方式，你完全没有违反 Pi Network 的规则，还能让身边的人更了解这个虚拟货币的价值，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你的下线，为你挖更多派币。以上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，后面我还会提供你更多的能获取派币的方法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就是业务员的套路吗？没错。Pi Network 的用户本身就是一个先锋大将，肩负着推广和普及的责任。在元宇宙的大时代背景下， Pi Network 的未来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信任。而你所做的每一次推广，每个点子，都在为这场金融革命贡献力量。根据目前 Pi Network 的政策，若你采用我提供的方法，并没有明显违反项目方的规则，只要以下几点得到遵守，通常不会被视为违规。1. 禁止非法交易。我提供的操作是通过向商家支付现金预付款，让商家接受派币支付。这种方式本质上并没有直接以现金换取派币，而是以商品或服务交换派，这种形式是允许的。2. 不涉及公开定价。 Pi Network 一直强调，不能以现金价格标价派币，否则会被视为公开定价。在这个方法中，我们是与商家私下商定价值，
并不是公开市场上的标价，这种方式是合法的。3. 符合 Pi Network 的精神。我分享的内容提倡派币用于商品和服务交易，这符合 Pi Network 鼓励的用派交易的理念。4. 不涉及欺诈行为，方法中的操作不涉及欺骗、诈骗或任何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，都是在合规、透明的前提下进行的。其实，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方法，还有很多创意的方式可以获得派币，这就要看你平时培养的兴趣和技能了。很多人都局限在以物易物这个概念，却忘了，其实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座宝藏。我知道你们想歪了，不是你们的括约肌啦，我是说技能宝藏脑袋里的黄金。其实你可以用你的智力、体力，或是平时积累的技能，来创造派币的应用场景，让派币在你的生活中动起来。比如说，你会修电脑，维修之后除了车资之外，你还可以让对方用派币来抵扣部分费用，让派币在生活中流通起来。又或者你是一个爱出国旅行的冒险家，何不帮国内的 Pi Network 用户代购一些国外特色商品，让他们用派币作为报酬呢？你看，这样的方法既简单又有趣，就看你怎么发挥啦。派币的世界可是无限可能，等住你动动脑筋，发挥创意。总结来说，你不需要节点，不需要下线，不需要平台，也完全不需要测试自己括约肌的强度，你只需要一点创意，用简单的方法就能换取派币，这就是无压力获取派币的秘诀。但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都懒得做，又想轻松获得派币，那么我还有最后一个终极秘籍，那就是回到床上做梦比较快。或许梦里派币会自己飞进你口袋里，所以别再想太多啦，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。打开你熟悉的小店，或者找个朋友一起合作，把你的派币 TOR code 放在显眼的位置，然后看住你的派币日渐丰满，准备迎接未来元宇宙中的数字财富时代吧。你手里的派币就是通往未来财富的黄金门票。对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的第69集？那集内容谈到了中国区无法映射的可能性。我这次想再补充第3种可能。由于中国区的 Pi Network 先锋们，不论其中有无违规情形，挖到的派币总量可能高于其他地区，但项目方又必须维持派币的稀缺性，这会造成供应量过大的风险。所以项目方可能选择暂缓中国区的映射进程，以此来平衡全球派币的供应，并控制稀缺性，避免市值的快速波动。这只是我的推测，但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那些想要了解派币，又不想花费太多心力的朋友们。我是小玄子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